很多人聽到氣功這2個字，第一個反應要麼是覺得很玄，要麼腦中浮現公園裡一群人慢慢揮手的畫面。到底什麼是氣功？它是在練什麼？真的有那麼神奇嗎？這支影片我就想用很直白的方式講述一下，氣功到底是什麼？我們先把這2個字拆開來看。氣，你可以先不要想得太神秘，對我來說，它比較像是存在于身體內外的無形能量，不停地運動在整個宇宙空間之中。功呢，很簡單，就是出力的工作，不是1次2次心血來潮練一下，而是日復一日的重複堅持下去，出多少力，再加上時間的積累，就長多少功夫。所以氣功就是透過一些動作、站姿、呼吸、意念，長時間有規律的下功夫，來引導你一身的气運行，并不斷接近宇宙運行的規律。如果用一句話講完，氣功就是用姿勢、呼吸、注意力3樣東西配合在一起修煉，讓氣血運行比較順，讓整個人慢慢安穩下來的一套方法。我們一個一個拆開講。1. 姿勢。很多氣功看起来動作不多，但站起來蹲下去的那個勁道其實都很有講究。手要抬多高，膝蓋彎多少，重心是往腳跟腳掌還是整個腳掌均勻踩地，這些都會影響你是用哪一塊肌肉在支撐腰，是不是肌肉太緊，脊椎是不是塌掉或往前頂。所以姿勢在氣功裡不是做漂亮造型，而是幫你把身體調到比較鬆弛的狀態。2. 呼吸。呼吸這一塊我自己比較不喜歡講得太花俏，什麼一定要怎樣大腹式呼吸，一定要把氣吸到哪裡去。一開始練氣功，你可以先記住幾個很簡單的原則，跟平常一樣的鼻子自然呼吸，只是稍微慢一點，均勻一點就好，不要刻意把氣硬往下壓，尤其不要用肚子用力去頂。練得久了之後，呼吸自然會慢慢變得比較細比較長，有時候你會覺得氣息好像自己往裡面沉一點，那個是身體練出来的，不是你用力憋出来想象出來的。所以我現在練功的時候，基本上就是先讓身體站穩，動作擺好，然後讓呼吸自然的來來回回，在這個過程裡面慢慢放鬆，讓身體自己去調節。等到你習慣了這種比較自然比較穩的呼吸以後，要不要再學更細的調息方法，那是後面的事。一開始真的不用把怎麼呼吸搞得太複雜。3. 注意力。這個是很多人一開始最不習慣的地方。一般運動你可以一邊跑步一邊看劇滑手機，氣功需要把心靜下來，不一定需要很安靜的環境，但是你內心一定要平和，思想要簡單寧靜。講完是什麼，我也想順便講幾個不是什麼。1. 不是一定要立刻變成神奇功能。很多人对气功的期待要麼是太高，要麼是太玄，會覺得練了是不是立刻就要氣感很強，手發熱看到什麼東西。有些人會有比較明顯的體感，有的人沒有那麼敏感的，不用去追求這些。假如氣功帶給你的是睡眠比以前稍微穩一點，肩頸腰背比以前更柔軟放鬆了一點，面對壓力時脾氣不会像以前那麼容易爆炸，那麼就是受益了。2. 不是越苦越好，越撐越有效。有些人一練就想一次站40分鐘1小時，站到腳抖腰痛，還覺得很有成就感。氣功裡面当然有強度比較高的練法，但如果你是剛開始，還是要順其自然。我會比較希望你從身體可以接受的時間開始，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逼到極限。調息調姿勢，保持動作到位不變形。與其硬撐3天就放棄，不如每天練一點，持續幾個月。以我自己的感覺來說，因為我最開始的目標就是治病嘛，所以氣功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身體的秩序得到恢復，越來越健康。再一個就是以前玩遊戲都有時間，幹別的沒空，現在反而還能早晚各擠出1個小時練功，說明很多時候都是自己給自己找借口。最後就是心態方面會慢慢變得平和，對世界的認識會逐漸深刻。所以我相信
每個人只要堅持，都會有不同的感悟，收穫更多益處。如果你對氣功感興趣，想自己開始着手體驗，我之後會做一支完整的站樁流程視頻，讓大家可以跟着練起來。我們不急着追求什麼很厲害的效果，剛開始不用太在意細節，重點是看您自己能不能堅持下去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，也歡迎幫我按讚、訂閱，或者遇到什麼問題，可以留言告訴我，我會盡量在之後的影片裡一點一點回應大家的問題，陪你一起把氣功真正練到身體裡。